这个男人靠卖药年入100万，他的财富密码便是日后风靡全世界的维哥。男人也叫维哥，他诙谐幽默，他英俊潇洒，可他偏偏爱上了他正值青春美艳，笑起来特别迷人。不过笑容的背后藏着让人心疼的事实，他是一名帕金森晚期患者，到药时手会颤抖，起身时使不上力，很难想象如此年轻的他内心是何等煎熬。再看看这份笑容吧，是不是有了几分凄美？这部电影名叫《爱情与灵药》，改编自小说《强麦》，一名伟哥销售人员的演变。看完后会让人深思，爱情不仅是风花雪月，更多的是坚守与责任。爱情不易，灵药难寻。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充斥着满满的尴尬。来看病的安妮错把伟哥当成实习医生，于是没有避讳，缓缓脱下衣服，让他大饱眼福。事后在回家时，安妮无意间撞见他的车里摆放着一大堆药品，当下明白过来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医生，而是个投机取巧的医药销售。被揭穿的维哥毫无歉意，还一脸浪荡的要联系方式，说要请安妮吃饭。安妮懒得搭理，于是留下潇洒的背影，外加国际通用的鄙视手势，真是又哭又飒。维哥很想再见他一面，于是回到家，拜托熟悉的护士一番软磨硬泡要来安妮的电话。令他意外的是，安妮竟爽快的答应约会。喝咖啡时，安妮犯病了，玉手微微颤抖。维哥善意的开玩笑说他是被自己迷倒了，因紧张才会这样。效果不是一般的好，安妮主动约他为爱鼓掌，体验更是异常的好。安妮率先离开咖啡馆，而后才是意犹未尽的维哥。本以为缘分已尽，不料安妮又来找他。别废话，赶紧办正事儿。事后爽是爽，可维哥有点纳闷，这女孩也太过开放。一了解才知道，安妮患有帕金森，而且还是中期，这病很可怕。起初会造成行动迟缓，等达到后期时，便有极大可能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所以对患者家属而言更可怕。这本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疾病，可却被年纪轻轻的安妮得上了。于是他开始活在当下，对于生活，对于爱情，采取游戏的方式，不问结果，只图个开心。这天他来女孩家找他，发现他是名摄影师。伟哥好奇的问啥时候拍的照片，安妮幽默的回答当我还能拿起摄像机的时候，然后就背过身去和带状燕麦做起斗争。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他甚至连包装袋都撕不开。维哥要去上班，临走时说下次再见，安妮却让他别再找自己了。等到维哥走后，他拿起那天在停车场给伟哥拍的照片，看起来心事重重。晚上回到家的维哥裤子都来不及脱，就给安妮打去电话，说很想听听她的声音，可安妮却挂断了电话。伟哥一脸发懵，他想不通安妮为何突然这样，而安妮也在深思伟哥到底明不明白帕金森意味着什么。第二天一早，安妮坐大巴去外地看病，赶来的伟哥想要和安妮谈谈，安妮却说自己没空，想谈等明天再谈。伟哥又问明天几点，很晚，你别磨叽了。很晚是多晚？就是很晚，想等你就等吧。车门关上，安妮离开，而维哥竟然真的睡在车里，等了他整整1个晚上。于是当安妮回来时，他看见守在原地的伟哥，这一刻他深受感动，而伟哥也对他表达心意，说出了那句我爱你。两人火速开始同居，起初的小日子贼甜蜜。伟哥因为卖维哥挣了大把的钞票，带着安妮去买跑车，带她出去兜风散心。可安妮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她的病情又加重了，他甚至连剪刀都拿不起来，用2个手才能勉强拿起酒瓶，还被伟哥看在眼里。安妮感到自卑，于是故意发脾气让伟哥离开，可人家前脚刚走，后脚他又打翻了酒杯，这让安妮立刻破防，失控的大哭起来。门外的伟哥听见动静，到底还是不忍心，又返回来搂住安妮。他清楚的明白安妮所能依靠的人或许只有自己，于是第二天他带着她去参加帕金森综合症研讨会，会上病友们挨个发言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们并没有自怨自艾，相反都很乐观向上，连带着台下的安妮也被打动，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与此同时，在外等待的维哥遇到一个病患家属，他问男人有没有好建议，不料男人却说，我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打包行李离开，留下张感人的字条，去找个健康的女人，否则你的一生都将被拖累。我很爱我的妻子，但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不会再选这条路。维哥听完后倍感压抑，而受到感染的安妮却很兴
兴奋，病友们的热爱和坚持让他对于未来充满信心。他很感谢维哥没有因为他的病而离开他，他终于也对维哥说出了那句我爱你。不过此时伟哥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。回到家后，维哥夜不能寐，男人的话让他担忧，于是他查找了很多医疗中心，带着安妮到处寻医问药，也不管安妮愿不愿意去，有没有体力这样东奔西走。他太想把安妮治好了，可却不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怕。无形的压力让安妮备受煎熬，为了爱人他不得不妥协。直到这天再次治疗失败，伟哥对他大发脾气，安妮终于忍无可忍。他对伟哥说，我也很想把病治好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你不愿意，现在分手也不迟。晚上他给伟哥收拾好行李，让他现在就搬走。伟哥则一言不发，默默地开车离去。即使他不愿意承认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他怕了，他不想把本该光明的未来填补进安妮的疾病深渊中。不过这也无可厚非，即便两人分手了，他还是在牵挂着安妮，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，可都是无人接听。也就在此时，他被提拔去芝加哥担任销售总监。临走前，他和弟弟去酒吧庆祝，没成想偶遇到了安妮，眼看就要匆匆而过，伟哥及时叫住了他，对安妮说，见到你真好。安妮笑了笑，就在他即将开口时，弟弟突然出现，说起了去芝加哥的事。于是安妮咽回想说的话，改成祝维哥升职快乐，即便他的眼里藏着不舍和爱意，但还是告别，转头离开。回到家的维哥在整理行李时，发现了安妮的摄像机，好奇的播放看看，发现里面是安妮的独白。他笑着对镜头说，我现在真的很满足，有伟哥陪伴让自己非常开心，只不过笑容中带着几分难言的凄美。看到这儿，维哥再也抑制不住，他明白了一点，爱情不是权衡利弊，而是义无反顾。而此时的安妮正在前往加拿大看病的路上，他突然发现伟哥开车出现在窗外，拦停大巴后，伟哥对安妮道歉。之前的他总认为自己是被需要的那一方，但现在他明白，他更加需要安妮，没有安妮他的人生毫无意义。安妮哭了，他感受到维哥的真心，两人也终于重归于好。故事的结局更像是童话，但成年人的世界里更多的是艰难。可能以后维哥也会如警告他的男人那样，对当下的选择感到后悔，但在此时此刻，我相信他的承诺是发自肺腑的。说到底，爱情不易，灵药难寻，希望每个人都能且行且珍惜。